辛巴之中到底哪一个法师英雄我最喜欢用呢？是克里希吗？克里希这个英雄其实一年四季都很好用啊，不是说只是现在好用。那是娜塔雅吗？娜塔雅最近直接重做了，手感超好，可是他的二技能控制稍显不足。答案就是我们的貂蝉，最美的貂蝉。这个英雄直接可以用他的技能冻住人家，直接控制的超夸张。这一把做到一个零死，然后超神杀超多助攻，差不多40%的一个输出，才受了6%的承受伤害。到底怎么玩？怎么做到呢？怎么出装？怎么用魔纹？好好享受吧。这里看到哥德尔开大招，直接二技能动作2个，再开大招，直接把对面木加爵人头收掉。这里我们残血，反秀对面的这个害牙，一个大招加闪现把他收下来，二技能冻住对面的这个井，然后最远距离把他人头收掉。还有哥德尔，他又开到我们二技能又动起来，然后又把他在草丛里面直接收掉。这里先冻住对面的这个木加爵，然后二技能哇冰到2个，我们没有大招没守卫，直接凝霜宝珠开起来，转不起来啊！对面的这个害牙，看到对面的沃玛，终于转起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直接二技能冻住你，然后大招把你收下。这里看到井最远距离动到，直接大招加闪现，直接塔杀了他。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，可是现在请大家先在下方点个赞，还有订阅哦。你小小的点赞和订阅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，对，就是你哦，小兄弟。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。Hi everyone，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，这次带来的是貂蝉走中路的一个实战解说。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，请先订阅，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。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、其他英雄的话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、什么英雄。那窝窝的话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，或者那条路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哦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的貂蝉一开始先看到下路有集结，我们轻中就转下。这个木加爵比较难追，看一下他会不会逗留在这个中路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一个二技能过去，开启大招，直接把他人头收掉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再回到这个 L 草蹲一蹲果然有一个害牙，再来把他死神之后打出来，就把他人头收掉了。貂蝉有什么心得呢？其实最重要的真的是自己的二技能要冰得很准。那这个预判要有，就像窝窝之前玩苏的一样，即便没有视野的一个状况，也可以把对面英雄无需视野直接狙掉。这里呢，我们把中路兵线清理完，马上轻中转下，一技能先还速。可是呢，下路已经被收掉。那上路呢，我们的打野也在上路。那这样的话不适宜继续再跟对面打，可以选择把中路兵线整理。那这里我们的打野直接进场，看到哥德尔开大，二话不说直接冰到2个，没什么蓝的状况之下，直接把对面做到一个0换2。那这个时间点的我们蓝量已经不足，那可是还是可以跟我们的小兄弟一起把这个中塔清理。那画风一转，我们这里有一个害牙，想要切我们。第一次冰不到没所谓，他转起来没所谓，第二次就直接把他反杀。我们刚刚是残血的状态，害牙呢直接把这个真伤打的一堆暴击。只要冰得准，害牙这个英雄不用怕他。其实害牙这个英雄呢，如果你的这个胆子够大的话，只要控制他大招的时间点，还有对他这个大招转圈圈的时候
有一个很好的预判啊，绝对不用怕。通常啊，很大机会都可以尝试去秀它、反杀它。这里我们直接环速对面，可以直接把中路兵线整理，不用怕的。可是如果要跟对面打起来就比较难，毕竟对面呢是4个人在集结在中路，使用一技能呢，除了是打伤害以外，其实很多法师都是的，不只是貂蝉，你的远程消耗技能，很多时候都可以拿来探草丛的。那如果是输的话，就如果自己储备的2技能不够多的话，那就不要贸然的去用自己2技能去探草丛，因为那个冷却呢是蛮高的。然后2技能呢，环速对面哥德尔，开启大招最边缘，把对面最主要的这个输出位井的人头收掉，然后再清理中兵。这里呢，我们持续的去整理一下我们的兵线。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没有掉过1次人头，到最后也不会掉啊，会玩到一个超夸张的战绩。然后最高输出，2技能冰到哦，马上大招上去，再一个闪现。那这里对面的井也缴出他的这个瞬移，要不然的话，这里他必死无疑。刚刚啊，然后我们这里看到魔龙区有集结，2技能环速对面的这个沃马尔。然后呢，先不要进场，自己技能还没有，而且啊，我们如果开启大招还不是好机会，因为对面汉雅还在看准时机呢。我们先把对面2位英雄修掉之后呢，还有对面的这个井，它直接有位移功能，我们貂蝉可是没有的。那没所谓，这里就不要去深追它，不断的把兵线整理，看到汉雅又想进场，如果他再走前一点点，我们直接就冰他。那我们呢，这个时间点可以选择的去拿一下这个古龙啊，云林飞龙苏哈。虽然我们貂蝉是一个法师，可是呢，他清理野区的速度在后期也是蛮快的。那如果古龙有一些很需要跑速的英雄，他如果要拿，可以给他，比方说打野，他可以拿。那如果没有人要拿的话，自己也可以把它拿掉，在这个中期啊、中后期，要不然的话，那个古龙可能是对面就会拿掉了。这里看到对面的哥德尔，马上一个很快的一个反应呢，就要直接缴瞬移，因为下一秒他就要开大。那果不其然，他刚刚就直接开启大招，我们白白让他浪费了一个大招。那这里如果开启凯撒的话，其实不太好的一个选择啊，不过没所谓，因为对面呢刚刚其实很大机会可以把那个凯撒抢掉。那这里呢，我们持续的整理一下中路这个兵线。那这里看到中路有集结，躲在 L 草丛，看到哥德尔开大，马上2技能，然后一个大招把他人头收掉。看到对面还在这个上路有集结，这里赶紧过去支援。一个1技能，然后一个2技能，哇，这个冰到2个，然后再一个2技能，不用冰他已经被收掉，然后开启凝霜宝珠，成功逃脱。那这个就是貂蝉呢，在这个版本之中啊，应该要怎么去玩啊，怎么去用这个英雄。他在现在这个版本啊，我是很喜欢用这个英雄。那这里直接呢就把对面呢一波团灭了。把上路高地拆掉之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哥德尔，他不断的这个蛇皮走位没关系，我们不用兵你直接大招，然后一个1技能把你收下。那这里还有兵线啊，可是呢我们的没有射手位在啊，
没有射手位在的话，那就算了。那如果或者是赵云、艾罗啊，这2个英雄随便一个在，那上路的高地打完之后呢，也有机会做一波啊。不过只剩下法师和辅助的话，那就比较难啊。更好的做法呢，就是退了，然后拿龙啊，再做一波。那这里呢，其实凯撒绝对是可以拿的。如果艾罗和赵云小兄弟这个时候来的话，是可以拿的啊。这个凯撒我们可以拿双龙。那如果这里蹲的话，那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尝试的跟着打野。那一个一技能啊，打对面的沃马尔，然后2技能动到他，然后把他收下。之后还有一只这个亥牙小兄弟，他逃了，那不需要去追他，反而是把这个中路先收掉。然后呢，看到2位要回城啊，偷塔，我们来回吧。那把兵线整理完之后呢，这个时间点打野和辅助在凯撒附近。那我们的出装方面呢，最后一件装备会把这个小黄球换成神圣法典，因为神圣法典这个装备能够在真的极后期的时候，大幅的增加我们貂蝉的攻击力啊，这个 AP 值就是魔法攻击力，还有它增加我们的生存能力，因为它有增加生命值。那这里我们天空巨龙跟着下一波兵线一起来放，然后看到中路集结了，这个时间点是时候来个了断了。所以呢，打这一波绝对不能怂啊！因为如果这一波再拖的话，对面呢有机会可以翻盘的。那我们2技能冰到对面的井，就二话不说了，大招顺进去，直接把它收掉了。把它收掉之后，一切就好办事了。再把对面汉牙动到，然后2技能动到2个，再一个1技能，哇，这个我们现在的战绩呢是9017，哇，这个战绩感觉上呢就已经超神，而且还是超多助攻，而且我们的输出率不是只有尾刀，这个输出率是全队最高，差不多40%的一个输出率，把对面的主堡直接呢拆掉，已经不用管对面的这个辅助了，直接拆掉对面主堡就可以了啊！不断的打对面主堡，赢得这场游戏胜利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 MadTeam 的窝窝，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订阅、点赞还有分享哦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